2026年还没有买过比特币，很可能证明了你不是一种风险承担属性的人。想要从加密市场获利，还是要从比特币开始。如果你在2021年历史高点那一周、那一天、那一秒钟开始，定期定额每月投资$100到这个市场，你只需要3年的时间就能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所以时至今日还没有上车的小伙伴，眼下到底什么策略是最适合的？当然，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策略，如果有的话，市场自然会淘汰其他策略。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定期定额跟其他常见币圈策略个体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综合比较看一下定期定额、一次买进跟网格交易。我们区分你想要做中期或者是长期投资，在中期也就是大约半年到3年之内，如果你买进的时间节点接下来是持续上涨的话，一次性买进是赚的最多的。定期定额和网格策略取决于你买进的密度多高，跟你的网格参数的设置，那这些也是会赚钱，但是都不如一次性买进。但相反，如果从你买进到卖出这段时间持续的下跌，你一开始就买进的话，肯定是亏最多的。网格交易，因为它一开始就帮你存了一笔钱，慢慢的在下跌的过程当中还会持续的进行震荡套利。定期定额的话，你越是买价格越低，虽然说你整体的部位仍然是亏钱的，但是亏的都不会有一次性买进来这么多。那如果你从买进开始，价格就一直在区间震荡，而你结算时候的价格跟买进的价格相同，那这个是网格交易最擅长的，因为它在上涨的时候帮你卖出，下跌的时候帮你买进，一次买进价格不变。定期定额呢，平均来说价格也不变，都是平手。那接下来有趣了，如果你买进之后币价开始暴涨，但你没有卖在最高点，或者是币价回调，你会发现，可能这个牛市就结束了。一次性买进，显然你会不赚不赔。网格交易策略，因为你在上涨的时候呢有分批卖出获利，下跌的时候呢再用相对低的价格买进，所以你会存在获利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这个获利是非常小额的，主要还是取决于在上涨和下跌的时候中间的震荡有多少，以及网格的参数设置。有趣的是，如果你做的定期定额，你会发现亏损的情况，因为当你开始买的时候，其实你慢慢买价格越高，然后慢慢卖价格越低，你的平均成本是比你一开始买进的时候来的更高的，这也是定期定额的一个陷阱。很多人觉得定期定额它是一个买进策略，所以在看到接下来要上涨的时候呢，去做 DCA 的策略。如果你预期正确，近几个月是上涨的，但后面几个月就立刻下跌的话，你反而是做了最糟糕的事情。与此相反的是，如果你遇到了先跌后涨的情况，你用定期定额是所有策略当中最好的，因为你买进成本会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分批摊平，当价格只是回到你的最初买点时，你会看到一笔不错的获利。而一次性买进当然是不赚不赔。网格交易策略的话，也是取决于这个震荡的获利。大部分的网格参数在不会太密的情况下，可以理解成为是不赚不赔。那么中期的策略是这样的情况，我必须要讲的是，如果你要做长期的投资，我们回顾一下2015年最好的买法是什么？当然就是一次性 all in。那确实，如果你今天买了，然后不卖，长期来说一次性买进仍然是最好的策略，它会比定期定额来得更好，也会比网格交易来得更好。而网格策略的话，它在长期当中是最糟糕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你基本上网格必须要有上限的参数设定。而对于我们所谓的长期投资，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比特币会持续涨下去。你在2017年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比特币制定一个3万的上限是不错的，慢慢的卖掉3万，非常合理。但是你在2021年的时候就会发现，怎么会涨到6、7万？你在25年的时候会说，怎么会涨到12万？你不明确在2029年的时候会涨到多少，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它在2040年的时候呢，价格可能会比现在要更高。那所以这是网格交易在长期的时候没有那么适合的原因。定期定额呢，就是一直慢慢买，一直慢慢买，所以只要长期上涨的话，它是一个仅次于一次性买进的策略。那当然它的好处是风险相对更低，另一个好处是我们一个月就是自己赚来的薪水，本来就没有办法在3年就当做一次性的投入资金给投入，因为发工资肯定是按月发的嘛，他不会说一次性总额我在这里工作3年，然后他就一次性把3年的工钱全部结算给我，那根本就是件不可能的事情。那如果采用以上策略，什么样的配置比例比较合适呢？说实在的，如果用数学的方式思考配置的比例，你必须要设置一个指标叫做夏普比率。夏普值的话是由资产组合的投资报酬率减掉无风险利率除掉报酬率标准差得到一个数字。简单理解就是你每承担1单位的波动风险，你得到了多少报酬，夏普值越高，说明你的风险收获越大。
夏普值只要高于0，你的投资组合就是合理的。如果是低于0的话，说明你的投资组合还不如直接去选择一进购入到比特币。金融界最常见的比较基准就是股票比债券6:4的投资组合，这个组合就是夏普值通常会落在 0.5 到 0.7 之间。投研机构在24年做的一份报告，是我认为目前讨论比特币配置比例时最具参考价值的报告之一。尤其是这里面涉及到一张图，它显示了如果你在6:4比，就是标准配置之外增加多少%的比特币，你的夏普值会上升到多少。从你完全没有放比特币到你放入 10% 的比特币，你会看见资产组合的夏普值正在快速的上升。而大约你配置到10到12%的比特币的时候，夏普值会冲高到 1.7 左右，接着上升的速度就开始趋缓。确实你会发现比特币比例越高，这个夏普值呢依然在上升，但这是因为比特币在过去10年它就是最强资产，所以某种意义上，尽管你把波动大的问题考虑进去，那都还是这么想，因为不过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知道的情况下，还是不想去承担这么高的比特币的部位。如此一来，这个曲线图告诉你的资讯就是在 10% 到 15% 左右的比特币配置是让你的资产组合就是夏普值提升最高效的一个比例。当然，计算夏普值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取过去的一段时间，它没有办法预期说，未来的比特币涨幅是否依然如此，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数字当成一个圣杯，但它绝对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数字。我们继续说回长期投资，真正的长期投资研究的不是退出策略，而是平衡策略。当你在犹豫什么时候该卖出长期持有的比特币，你不妨去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你会卖出你手上的比特币？第一种情况，你急用钱，家里周转不开；第二种情况，你认为比特币已经到达下一轮牛市的顶点，于是果断卖出；第三种情况，加密骗局。我们也不难看出你会发现大部分长期投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他以为他把他的目标价拉到一个很高的数字就叫做长期投资，但严格来讲的话，你很难从比特币目标价20万跟比特币目标21万、22万、23万到200万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找一个切点叫做长期投资。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中长期的区别，因为它逻辑上就是会不太一样，尤其是在做网格交易的时候更加明显。因为上限和下限就是抓它的价格，这段时间到了，这段时间就没有到。那你现在抓的是牛市的初期，就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它不是一个长期的投资。不过呢 ，DCA 也就是定期定额这件事情，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长期的投资，那我会非常推荐大家，尤其是你的配置失衡、基本面崩坏，或者是你个人需要流动性，在这个市场当中，如果你有能力、有时间去判断现在就是更便宜的时候，那你就适合多买。如果你没有时间或者不太擅长，对自己就是感受市场的这个能力啦，没有那么有信心，定期定额的话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最后，无论采取哪种策略，都要认准排名靠前的交易所，选择安全的平台，正确自托管的知识是新手的第一任务。这也是全球有几百间加密货币平台，但我用来用去都是少数那几家的道理。说到这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需要趁手的工具。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给到全网最高 20% 交易减免。OKX 交易所，使用观感体验拉满，同样有 20% 手续费减免。另外，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有减免，期期都有肉吃。Bybit 最高 30% 手续费返现，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该次 IO 注册赢取135 USD 新手入门礼包。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注册也有 20% 手续费减免。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我们可以错过机会，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还有一件事，我们认为金钱是一种流动性的能量，当你将财富寄予需要的地方，它将化成成千上百的善意回到你身边。所以我们在 QQ 开设了公益群，如果你有任何公益行为，请在进群后无私分享出来，通过我们频道来给你传播，让更多人加入。感谢大家对公益事业的支持。